好，我们今天要来教的是一个随身的小包包，有厚度的随身小包包。其实它跟那个前2天教的那个背心不是背心，背包啦，背心是什么？背包哈，做法一样，只是因为这个我们公司有出材料包，所以我就做给大家看步骤，做给大家看，让大家比较容易跟着做。好，我们首先那个材料有这个表布，一定要有表布啊。然后有里布，我们做袋子有里布的话就比较精致。那表布只有一片比较大片的，不是大便是大片。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要剪开的地方。总而言之呢，那个版型会跟你注明是什么东西哈。那如果你没有买材料包的人，你自己也可以看着成品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个要剪开了。那这个要剪开是中间我要车一个带盖啦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表布、里布啊，什么鬼的一大堆。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问号钩，这种钩子，然后还要有D形环，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拆来拆去。那最主要的呢，还有一条拉链，一条拉链。那我觉得这个马卡龙上面有猫咪，你看蛮可爱的，猫咪口味马卡龙。然后我就配上桃红色的这个拉链。然后呢，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带盖跟什么鬼？跟这个厚度的部分。好，那我们就是来解说这个步骤了。那步骤呢，首先呢，我之前都说过，我们先把那个旁边哩哩扣扣的车起来。比如说像肩带部分，我就先车起来。然后这个因为不用再示范了，所以我就都先车起来。好，像这样子，那你就是把它对折之后，把D形环放进去，然后再把它压固定，这样就可以了。像这样子。好，所以还是稍微跟大家看一下。那这个肩带的部分呢，如果你不贴称也可以，就比较软。要贴称的话，你贴薄布称，好，再去折也可以，就会比较硬一点。手心会痒，是发生什么事？来，我们就从其他的部分先讲咯。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带盖的那个布料。那带盖的布料呢，我有时候会先把这个弧度剪好，有时候我就会像这样子，等一下一起把它剪掉。那这个就是随便你。所以就是看你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那我带盖好像没有那么长，那就是说这个尺寸呢，你可以自己放大或缩小都可以哦，就没有一定说要多大，只是我做的就这么大。那如果买材料包的人，你当然做起来这么大啦，除非你自己又去放大。好，我们就是这个带盖的部分呢，我们就沿着这个边缘把它车起来，沿着这边缘慢慢的。车到有弧度的地方呢，就是手快脚慢，慢慢的把它车过来。车完之后呢，把剩余的这个缝缝的地方呢，把它剪掉，像这样把它剪掉。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弧度到这时候我再一起修。好，那有弧度的地方，我们记得剪牙口。其实这个步骤部分其实还蛮多余的，就是其实你看那个背包你就知道这个要怎么做了，只是说，有我们出材料包就不好意思没有做个教学给大家看。好，我们这样子打完牙口呢，就翻到正面来，翻到正面来呢，你就用你的那个手指头呢，把它推，把这个弧度推，那推之后，就像这样这样子推之后呢。让它觉得比较圆一点点。那如果你觉得说，你这样推不动的话，你也可以用熨斗烫一下，或用那个我们的万能小竹块把它这样子画圆，在里面画个圆，让它的圆形弧度能够漂亮一点。之后我们就要来压线。那因为呢，我们这个袋子呢，这个盖子如果不好垮，所以呢，我就是会做一个装饰的线。那这个我就先车。其实我本来要先车起来，又怕大家不知道带盖怎么车，好像不太可能啊，不过又有点可能，所以我就是还是先示范一下，像这样带盖的车法。那因为它这样黑黑的不太好看，对不对？那当然你想要整个黑也可以啦。我的话，我是想要做一点装饰，这个是看你个人喜欢。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装饰线呢压0.1，你可以直接压0.1，你可以压0.1，也可以压0.5，也可以0.1、0.5都压，也可以0.1、0.3、0.6，都压，随便你要压几圈就压几圈。
反正它就是只是个装饰。那如果你都不要压也是可以的。那因为你换了不同颜色的线，所以你在压线的时候呢，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弧度要顺，要好看一点哈，尽量啦。啊，你啊掐不碎的掐不碎啊，反正手做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车的怎么样，那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有没有？到弧度如果你觉得不太好车，你也可以用手去转那个转盘，就是尽量我们把它车漂亮一点。我有时候也是车蛮丑的啦，不过就是那个人家早上写人家你折，才会车得太漂亮，人家以为你去买现成的。我们就车的这样子，让它很有这种手作 feel。人家早上咱做古代的，然后物件开始折。那车一圈我觉得有点单薄，所以我就再车一圈。好，那车一圈的话，我是用这个压脚的这个厚度去当我的准则。那如果你觉得说这样实在是太难车了，你也可以先画线再车，这是水仔里，只要你能够车出你喜欢的感觉都可以哦。好，像这样慢慢的车过来。好，车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弧度虽然没有说车得非常整齐可是手做的东西你就是不用担心说你好像车的比较不工整就会怎么样，不会哦。我们就把这个带子剪整齐，口袋的布。那这带盖呢也是备用。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线换回原来的线了，换回原来颜色的线，因为接下来就没有什么正面压线的地方，比较少。我们就把正面压回来，把那个线换回来。好。换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那个你们换线的时候不用每次都在那边穿针，你把那个结打细一点，拉紧，它就会自动穿过那个针孔，除非你的针本身那个孔很小。好，我们现在呢，接下来你除非那个针孔很小，不然你就可以直接拉过来好，接下来我们来车什么呢？再来车一些那个外带，因为这个随身小包有很多外带所以我们就来车一下。好，首先呢，我们来车的是这个好了，随便来给它车一下。选一块那个，我们这个东西有3块2块是口袋布，1块是那个带身的那个正面的后面那一块布，所以这个会有3块。那我们要挑2块来做口袋。那挑2块做那个外面的口袋，我们就挑那个你觉得图案比较漂亮一点的像这2个刚好都有不同的猫，那我们就选这个来当外带。所以有时候你稍微看一下，才不会说那个图案我们布料选得很漂亮，而且我都没有看到好，那做外带就超无敌简单的啦，车一下那个带口的那个线，然后翻到正面就是一个口袋了。好。像这样把它车过去，然后翻到正面来，它就会是一个口袋哦。像这样子那翻来正面呢，我们就来压线，压个0.1。那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再压桃红色线未免也太花了，所以我其他就都用黑色的线去压。那我们在车这个线的时候，你看很容易里布的时候会跑出来，有没有看到白色点点的部分？那是里布，所以你在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布翻开，稍微把里布往左边拉，让它跑进去，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不会里布特别痛出来这样子。好，那因为这个袋子很小，所以我4周先不固定是没关系的，因为等一下它要跟别的东西组合。这个也是一样哦，一个前袋一个外袋那一样是来给它压一个压线。如果你没有压线，你就要用烫。外面有人一直在讲话，搞得我很分心。你要讲一些无谓的。好，一样哦，里布要稍微拉一下。那你的那个布料如果没有剪平的话，你都可以这个时候把它修好。好，修好之后呢，我们这2个那个外带呢，车完了之后先放到旁边。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车的是
这个前面口袋的部分，前面的这个带身的部分，好，那把中央线做出来，然后这个带盖呢也把中央线做出来，像这样子。那我们中央线对好，中央线把它放着，好，然后呢把上面带身的部分，外面的人讲话，你怎么那么爱讲话啦？你讲那么大声，听得我好烦。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个带身的上面呢，把它夹车，把这个带盖夹车在这里就好了。好，然后就一起车过去。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只是在教步骤而已哈，没有很难。那特别的技巧呢，其实在以前的那个影片里面，我们都教过很多次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好一直特别说的。好，那我们会现在看到带盖夹车在中间呢，我们现在要来压线。压线的话，我们把缝份朝下，也就是说你的带盖会往上跑，我们把缝份往下，往左边然后压这个线。压完之后呢，再来做什么嘞？再把前面的带子放在刚刚我们不是车了2个吗？你拿其中一个，放来这里上面，把它叠在一起，然后呢，就从正面压一个，把它固定起来就好了。所以呢，你这个这3边压完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前带咯，前面的带子叫做前带。后面的带子叫做后带，会以为好。车完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漂漂亮亮的口袋了，在这，好，这样是还蛮方便的。那这就是带盖的部分。那带盖呢，我们为什么缝份要朝下呢？因为你这样你的带盖会比较活泼一点，看起来比较立体。如果你把缝份往上的话，你的带盖就会扁扁的，很像那种扁掉的刘海一样垂在那边，就不好看。所以我们要这样比较立体。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用问号，不是问号钩，你可以用磁扣，也可以用4合扣，也可以用魔鬼毡去固定。就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固定它，好不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前带身已经完成了，对不对？我们就来剪一下那个中央线，好，把中央线都剪出来，这样子，等一下。我们说过好几次，为什么要剪中央线呢？就是呢，你剪了中央线之后，你的带子就比较不会歪。车完的话，那个整个立体感，立体的时候才不会歪。那群聊天的人走了，专程进来我们店聊天的，真奇怪。好，这样子然后后面呢，直接。我们有一个后片，对不对？我们就是直接把这块布放上去。刚刚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口袋吗？直接放上去，然后呢，把它车起来，就会变成后带。那后面的带子呢，我就没有做带盖了，也不太需要到处都是带盖，因为我们后面的带子后面这边呢，我们会靠我们的身体。如果你有一个带盖的话，还蛮 K 的，有没有？对，后面就这样直接把它车起来就好了。那车完之后呢，你一样把这个带子的形状修好一下，修漂亮一点。万一你刚刚布没有裁好的人，你都可以利用现在此时此刻赶快把它修好。修完之后呢，你就一样要把它牙口，把中央线的牙口剪一剪，这样子。好，我们把中央线剪出来。这就是中央啦，因为剪布一向还蛮随性的，所以常常要修剪。那如果你们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感觉那个风险很大，我不知道车不车得起来，就一开始剪布的时候你就注意一下，把布尽量依缝份裁好。好，那里布的部分呢，我们也是把里布就会2块那个大大的那个大的那个弧度的那个长方形也是把中央线都剪出来。等一下我们要对比较好对。接下来这2片是下面挖割嘞，这2片就是里带，所以里带呢，如果你觉得里带这样太软，你可以加薄布衬。
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用那个表布的布料去做领带也可以，因为如果你买材料包的话，那个布料还算蛮够的，蛮充裕的，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去搭配哦。那如果你剩下的布，比如说你领带用这个啊，那表布还有剩，你也可以做小零钱包啊，对不对？好，就剩布多利用。好，我们就把领带呢把它车一下。好，上面带口车完之后，在正面压线。你看这个东西哈，就是一扎拢赶回啊个掐哈，只是步骤而已，就会有一点讲的有点意兴阑珊的，有没有？公干呢无聊，哎，真正有时候教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会很认真，哈，会觉得说，这个以前没有教过，然后就很认真讲。啊，现在也不是不认真讲啊，只是说就教过了，就那个大致上讲一讲就好。反正你们就是看步骤，好。来，我们把下面这里呢把它叠好之后呢，对齐好。那你在放领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这个平行啊，要把它平行好哦。因为我都没有画记号线，所以你只要抓平行，下面有底部有到就好了。然后我们就把这3周压起来。靠！哦，天气多变化，很容易打喷嚏。我本来就有点过敏体质哦，所以如果那个有时候鼻音比较重，可是也不是感冒，只是就是有点过敏，然后就是常常比较容易打喷嚏啊，请见谅。被我吓到的人，进来收惊。好，我们车完，把这个奇奇怪怪的物件都车完了哈，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袋子，是有前片、后片。那个里布2片，好，是不是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所以呢，这种组合呢，就是说你需不需要袋子，这个都是依你自己喜欢，或是依你自己的需求去做。OK，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拉链了。车拉链这个地方呢，就是跟那个什么鬼啊，跟那个背包一模一样哦。所以我有点混吃混喝这一篇，根本都是之前教过的，只是。还是有人要听啊，还是有人说他不懂啊，所以就喝吧，再来一篇好。所以这一篇是那个背包的姐妹篇。好，其实背包哈，像你这个放大，加2条那个背带不就背包了吗？是不是简单的要命，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变化哈。那相对的背包把它缩小，就变成这个随身包了。所以我们大家那个厚度啦、宽度、尺寸啊，都可以依自己需求。每次我都要念这些哦，就早恋了。好。我们把这个拉链呢正面朝下，正面朝下，然后就把它车起来，车边啊，车旁边，把它车起来，不要车到拉链齿就好随便你怎么车，你只要不要车到拉链齿就好。好，很快乐的把它车过去一条线。接下来呢，因为里面有里布，所以呢，我们就把里布放上来。那这个长度呢，就是看你拉链多长，你就车多长好，接下来就换这一块。他们对，好对，汹涌 Q 灰底，汹涌没给你按那切干对，偶尔就是会发生这种事，这是失智症的前兆。那不好，车完之后呢，我们从正面压线，让它比较不会在那碰。从正面压线，我们可以压个0.5，你也可以压0.1啊，随你高兴啊。那如果你要这边也要用那个装饰线，用那个不同色的装饰线也是可以，就随便你，这都没有一定的。然后我们这时候呢，就把这4周呢，把它压紧，这样子。压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里布痛出来，你再把它剪掉里布如果没有痛出来，就不用剪掉给讲的，机讲的，好，这样子，这样子之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厚度的部分，那厚度的部分你要做多宽也是随便你。那我的话好像做4.5公分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这个宽度的部分。那宽度的部分呢，我们就从这个拉链开的地方先接，那在接之前呢，我们做个中央线好了，假扮圆这中央线。来，中央线无做袂使，这样互你袂平淡一啊！我偏在中央。好，然后呢，对过来这一面
也要做中央线哦，点不点？也要做中央线哦。这个可以用那个粉土笔画，因为它的缝缝是很小，如果你剪牙口容易不小心剪超过，所以我们这个就用粉片哈去画一下。画错边边，老师要画背面边呢。画这个拉链的背面边哈。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开口的地方呢，你注意哦，是开口的地方哦，开口的地方去跟这个侧边结合。好，为什么要开口的地方呢？待你开来讲，避免卖给你讲，等一下再跟你说。你嘛不是避免，待就被讲了，只是你记得从开口的地方先车哈，比较好车啊。好，开口的地方我们先把它压线车起来，接下来呢？再从这个再把里部呢，等于是把这个拉链口部夹车在中间，好，只是我分2次车，这样会比较好车一点，好，再把它车起来。车完之后呢，我们从正面压线，压那个正面的是加的是正面，好，多余的那个线都修掉，奇怪，我每次车黑色的线，我就觉得那个球一大堆。好，我们现在呢要来接这个厚度的部分。那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有剪有做那个中央线的那个点？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跟我们的前片的中央线上面来接。那我刚刚说为什么要从开口的地方先车呢？因为呢，我们这样车比较好车，也就是说，这个要跟前片接的时候，你看哦，我们从这个中央点先对。然后我就从这里，我是不是就可以继续车过去？如果你这个东西啊接在那一边，你就要反着车，比较没有那么好车啦哈。所以呢，我们就是以比较好车的方式跟你说，安尼卡好车，你也要另外安尼车，你就安尼车，也没有规定，我只是告诉你说，安尼卡好车，安尼如此而已。好，绝对没有说不能从那边车，随便你。那当然你也可以量好尺寸。接好一圈再一次把它车上去那因为我都不喜欢量尺寸，所以我只好这样车那这样车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不用量尺寸，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要分2段去车。好，然后我们把中央线对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车。那记得你在车的时候把拉链拉开，你拉开的话，这里这个比较软，这里比较软，你就比较好转弯。要转弯的时候较好弯，安尼。那转弯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突然弯不太过来，没有办法一气呵成的一些车，就把针插在下面，然后慢慢的转过来之后再继续车，不用很故意说我非得要那个脚都不放，然后一的油门吹的一直大一直照没有，不需要，我们只要说我们自己慢慢的车，然后车起来 OK 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2条表部跟里部一起把它固定在这个上面，那就是直线的话就不用讲了，慢慢车。到弧度的时候呢，要稍微抓一下，稍微抓个弧度这样子，慢慢的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下一个中央线到了，这站搞完下一站到了。来中央线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把它对齐好，折过来对齐好，剪个牙口。那一边你就要去对后片。后片的中央线，这样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车了。我们只是那个目的就是这样而已。然后继续车到哪里嘞？车到这个弧度转过来，因为这个袋子小所以它一下子就会快要到终点站了，有没有？你就不要太兴奋，车过头。好像这样子车到快要到的时候，什么是快要到？就是像这样子接线的地方，就是它快要到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车到大概这里，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停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哦。当我们的中央线有固定对好的时候呢，你的这一条线呢，它的左右应该要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哎呦，将爽又照出来，最讨厌穿线了。现在那个眼睛老了，可怜了，老了穿线都要凭感觉了，有点老花眼，不是有一点，已经有老花眼了，不要拍到我每次穿线穿老半天呢，你们穿线的时间会不会唾弃我我撑没过啊！化学火先。
就穿线就穿10分钟，气死你们了。好，来我们继续讲哦，我们这个顶点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的顶点也会到这里。好，那到这里的话，这个是缝指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缝指点在这里，我们必须留1公分的缝缝在这里。好，等一下跟它结合。好，所以呢，我们就从1公分的缝缝这里把它剪掉。这样有没有看懂？这样子呢，等一下我们两边的缝指点才会一样高哈、哦。所以呢，我们把它剪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跟这个拉链呢去结合。好，好，来跟拉链这条拉链接起来，像这样子把它接起来，这样你就不用一直量哦，就不用说，哎，我有时候一整圈量起来，它尺寸就是不会刚好哦。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偶尔还是会有意外，它就会一样，它就是可以很漂亮的车成一圈。那你要怎么知道有没有意外呢？你就现在开始对，好，把它对好，看你这样子的弧度呢有没有刚刚好啊？好，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刚好，哦，像这样感觉好像有一点多呢，哦，对不对？哎，直接放在对外掏钱柜，哦，我们感觉有多了一点点呢，我们就再多车一点点，这样子就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啊？这样我们就不用这边量个半死要死不活的，量得好累。好，这样呢多车一点点之后，你可以再比比看，好，说我这样子 O 不 OK？ 如果你这样子拉这个边边，哦，你看这样子顺过来是不是刚刚好接过来？那你就 OK 了，你就可以把这一段把它缝起来。那这段要怎么缝呢？就是把它翻这样子，有没有看到？翻。从这里哦，因为它必须要这样接对，你就把它翻过来，像这样面对面哦，不是新闻面对面哦，是布料面对面哦，把它接起来。那当然了，我这个方法应该很多人看不惯，就是那种比较按部就班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不要量好尺寸再缝？那我必须说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习惯的方式。好，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你们就可以跟我一样这样子车。那如果你觉得还是把尺寸全部都量到正确，再把一圈车起来，哎，等一下这个正面也要压线它。你们如果觉得说，哎，你喜欢一圈把它量完了再车，那就更好啦，好，就不用学我这个掏夹包。好，这样之后呢，我们就来把这一圈车好咯。所以那个。手作缝纫啊，基本上啊，很多时候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当然有时候有啦，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好，就没有那么呆板。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就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忙底下还忙底下整啊，讲哎，我跟你讲哦，迄亲戚家人来教，但你老师来搞妹妹啊喏。老师如果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乖耶，我读册都这么乖啊，所以那个。当老师的有时候现在学生比较没有那么好教，意见又很多所以你们那个如果老师有说不行哦，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要怎样做啊？你就这样，你就照老师那样做，好，交作业的时候啊，自己要做的话就再看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好，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把它车过来一圈，回针，好，我们一圈就可以很漂亮的结束了，像这样子，好，翻到正面给大家看看，瞧一瞧，哇，那碎啊！有没有？哎，这个拉链真的配得太好了，好，像这样子就很漂亮，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翻过来这样的时候呢，利用它翻来正面的时候，把这个边边呢，先把这个边边把它固定住，好，把这边边稍微拉紧之后固定住，这样等一下你要车另外一边比较好车，把多余的线也剪掉。还有哦，如果你有，哪里就是说我做的比较快啦，还是说有什么尺寸说明呢？需要你认真看的，请不要忘记有暂停键好吗？请不要忘记可以快转，它可以调整那个速度，它也可以那个暂停，或是重看一遍，不要觉得说，你怎么那个哪边车得太快啦，还是说哪边的那个说明呢？没有很清楚，你可以反复的，还是说，总而言之就会有说的太快，或是字幕太快你们都可以按照你们的那个
上面有那个按键，可以按暂停或快转或是重播，哈，都可以。好，这样子之后呢，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的里部上起来，好，比较不会看到那球看到就特痒。那我们要上里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上里部的方法已经教过好几次了，大概2000万次了吧。来，我们上里部的方法，当然就是说我们里部要这样放。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呢？把中央点先跑出来之后翻过来，哦，不厌其烦的一直说，哦，然后呢，下面留一个反口，留一个分口。还有那个，如果英文好的人啊，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帮我翻译一下那个字幕。很多外国人留言哦，要我那个有英文字幕，我就不会讲英语咩。My English is very bad。感谢你讲，好，英语败啊。所以呢，如果可以那个帮我翻译的人，我相信不是我感激你，是那些外国朋友们，哦，都会很感激你。只是你比较辛苦啊，因为我话很多，瞎北料。可是他翻译呢，不一定要一个人翻译一整篇哦，你可以翻译几句哈，重要部分给他翻译一下哦。相信那些看不懂那个听不懂中文的人会很感激你啊。不过叫我翻成那个英文的我已经不行了，还有人叫我翻成意大利文，你卖到啊？我哪样嘞？我哪样意大利文嘞？就还蛮那个的，真是蛮不好意思的，就是语言没有什么语言天分。好，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把它车过来哈，也是要看中央线。那这个东西你就急不得啦，你就是要慢慢车哈，啊，小心你不要车到手就好了哈。奇怪，我这个拉链是不是没有把它拉开啊？我很想把那个拉链头拉开。我习惯把拉链拉开车。好，算了，因为你拉链如果没有拉开，有时候就会变得那个转角变得很硬，比较不好车。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老师，我忘记车那个啦，怎么办？我忘记车那个低循环啦，公料循环椅。好，不管，我等一下再来补。来，我忘记车东西是很正常的哦，就是说偶尔就，可是我已经测到这个看咱们了，我也不想拆了。所以你们就那个记得要车低循环，忘记车低循环，来那个弧度哈都减压口。那你忘记车低循环怎么办呢？当然就是有方法可以解决啊。好，没有车低循环也不会死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把它翻到正面来。那我们低循环是要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位置啊。刚刚因为讲话讲太顺了，我们低循环是要插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当你忘记车低循环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当然就是把它补上低循环就好了，好，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那个。所以当你有袋子想要变成那个斜背包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加低循环。来，那这时候要怎么车呢？我们先把低循环呢两块哈，你就不要平均哦，你就让它一上一下哈，让它一上一下。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袋子这个厚度的中间，好，让它一上一下，好，放在这个弧度的中间。然后呢，车这个上面这一层的0.1，好，那你大概一上一下呢，大概要离多远呢？大概0.5公分，好。那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就要在刚刚接那个厚度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车。然后呢，我们把它翻到上面来，翻到上面来之后，再把这个地方补起来，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懂吗？这样你就得到一个低循环了，所以也没有说到没有办法补救啊，这个难度也不高。哦，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侧背包啊，好，需要，如果你的一个那个包包，你想要把它做成有那个侧边的话，你就像这样子，好，它跟夹车在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那我还有另外一边一个低循环，欧米嘛，就是因为它太黑了，我才会忘记它。放在旁边没有很不显目，下次要帮它装个 LED， 让它亮一点。好，再看一次哦。好，我们把低循环呢要怎么车呢？首先把低循环，好，外加的低循环要怎么车？
首先先把 D 型环呢对折起来之后，对折起来之后，然后这里插0.5公分，放在适当你要车的位置上，然后压上面这一层的0.1公分，压上面这一层0.1公分哦。然后回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放比较多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回针。然后呢，把这个 D 型环往上，然后盖住刚刚那个缝缝，然后再把它回针把它车好。你小心不要车到 D 型环哦，也小心不要车到你自己的手指头哦。这样我们就有2个 D 型环了。好，所以呢，如果你东西忘记了也没有什么，你也不用像我都车到这地步了，难不成还要一直拆回去哦？何必嘞？对不对？我们这样车也是很漂亮的耶。好，那当然你记得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放 D 型环哦。好，现在这样2个 D 型环在旁边，所以如果你的包包，再说一次，你的包包自己要加 D 型环，就是这样子加，很简单。那为什么不要2个对折去凹呢？因为如果你2个对折，然后再凹过去，那边太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车完了之后呢，是不是很漂亮？翻过来就很漂亮。这时候你就要长针缝，都把它缝过去。那当然了，没有时间跟你这边示范长针缝啊。我当然就是继续来车下一个。那继续车下一个后面带着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后面有一个口袋，你上下不要车反哦。不然你要克米给你动这地心引力不去啊你。所以呢，你这样对不起牛顿所以呢，你一定要把那个什么鬼啊，这个地方上面开口的部分往拉链的部分不要车错咯，车错了你就会哭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车它。那车的话，看你要从上往下车还是从下往上车啦，随便你啦。总而言之，就是把它车一圈起来。那车一圈起来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中央线都要把它车固定，都要把它对齐好。一定要车了就会固定了，只是你要把它对齐好，这样子你车起来才会漂漂亮亮的。这样子转过来，然后把中央线对好。所以我刚刚说我拉链为什么要打开，因为它这样比较软比较好转弯呢。我感觉啦，你知道那个就是那种一只筷子有没有折得断，2只筷子也折得断那种意思很多筷子弄在一起它就折不断，它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它拉链齿嘎掉料给强度会变比较强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打开。好，像这样子车完之后呢，我们就又要上里布，上完里布基本上这套带子就做完了。偶有插曲，人生总是这样。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但是总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为人车物件车到底下摔头真正没必要我们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些让你那个充满惊喜的事情我们就是去克服它想一想该怎么办，冷静一点想一想该怎么办去解决它就好了。我知道有些人半夜不睡觉在那边看影片第一请你小心你的那个蓝光比较伤眼睛你不要一直躲在被窝里面看第二，你是不是失眠睡不着？所以看影片一直听人家谁凉，可以比较容易睡着。如果你是那样子的话，好啦，是还蛮有这种功用的。安尼嘛是袂歹，我也算是功德一件，帮助人们睡着。那也有人是看到睡不着看到睡不着了，你是怎样就是那个这么有学习精神吗？真是太感动了。好，我们这样车一圈那因为下面也是要留反口那车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聊聊天啦。虽然已经被人家留言过很多次，说我话很多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你想我如果都不讲话，然后就这么一直车，你别告诉无聊吗？卖讲你无聊，我就无聊，好不好？我嘛车个无聊的，所以就那个转静音，怕听我讲话的人就转静音，好。
来，我们继续把它快车完喽，快到了。那你车这个时候要小心哦，因为这个旁边会有点卷进去，你要记得把它拨开哦。你拨开的话，那个里布才会漂亮，不然有时候里布你就会看到缝缝哈，从那个缝线中间跑出来，探头探脑的不太好。好，我们车完之后呢，一样弧度的地方剪牙口。牙口因为很多层比较不好剪，你可以分层剪哦。你不一定一次要5层一起剪哦，你可以分很多层去剪啊。这样你就手比较不会痛。那牙口你可以像这样子剪一条线，你也可以剪成一个三角形。好，那通常是越厚的地方呢，越需要剪成三角形了。好，那因为这里呢有表布、里布，还有那个口袋布，所以就比较厚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剪开一些。好，接下来呢就要使出吃奶的力，也不用了，就是使出那个一些力气哈，把它往正面翻。好，那当然你开口越小，你就越难翻；开口越大越好翻啊。这是一点。有时候我也是翻到那种不知道精细四合系的感觉哈，就是翻不太出来啊。不过总是可以这样慢慢的把它挤出来。那天我女儿说啊，她梦了一个梦，梦见一只乌龟生一颗蛋。因为那颗蛋很大，生不出来。他做了这种梦之后，我心想，真不愧是我女儿，老是会异想天开的，还蛮可爱的。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讲这种梦境还蛮可爱的。好，现在这里有2个洞哦，就是我们刚刚的翻口，我们就要那个长针缝哈，那个用2条线哦，把它就把它缝起来哈。你不缝的话哦，那个东西会跑到那个中间去。好，我们这样之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拉链的开口呢，把它翻到正面来。像这样子，我们已经完成喽，哈，也当又串了，好，像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底呢，把手伸进去，把底用力推出来，好，让这个弧度呢漂亮一点，好，把底推出来。那如果你家有那个发泡纸还是什么不要布，你把它折得方方的，把它放进去这个袋子里面，好，然后呢，你可以用熨斗稍微帮它整形一下，先放一些东西，放布料之后，好，你再来整形，好，像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记得你要缝磁扣，还是要用那个四合扣，还是要用魔鬼毡，都是随便你。那我们的材料包会附一个磁扣给你，因为如果附四合扣，如果你没有那个工具，你也不好用，好，像这样子呢，你看看一个钱袋，好，有一个袋盖，是不是多了装饰好看很多？你也可以自己贴布标。然后呢，有一个后袋，我们比较贴身，身上靠近身体的部分，我们可以放东西。打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个里袋，这里还有一层。那当然，如果你要做很多袋，马西林袋的袋子，那你也当然你可以自己放大，你也可以自己缩小。那可以放大，当然可以缩小。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这个问号钩，那我们刚才D型环忘记夹车，不过后来还是可以补上，所以不用担心。就像这样子把它勾住，好，那另外一边的D型环呢，也是本来也是想说，先不要车给你们看，好，那就车好了，好，就是另外一个问号钩呢，就是像这样子，问号钩我们就是穿过来之后，然后把上面那个球球的地方折进去，它会比较厚一点哦。那如果你有贴衬的话，就会更厚，好。那如果你不贴衬，它就比较软。那你也可以买那个现成的皮带去勾，都可以。好，我们就把它车起来。扯完了。好，那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回针哦。你不回针的话，有时候你就这样背，然后绳子就断掉了，那不是很可怜吗？对不对？好，像这样子，把这个勾起来。哇，你看这个袋子真的是，这块布料真的是蛮可爱的，好，像我们这样子。这个袋盖现在因为没有那个固定哈，所以它有点会翻上来。我先固定一下给大家看。好，一个漂漂亮亮的袋子哈，它体积虽然不会很大，厚度也不是很厚，可是啊，你看哦，它这样放手机啦，放钱包啦，其实还蛮刚好的。我们出门有时候只是去买个东西啦，还是上市场啦，还是去运动啦，还是干嘛的，好，我们就可以背这样子的小包包，
所以呢，你看这个做法完全就是也不会很难哦，然后那个实用性又很高，大小也很刚好咯。所以你喜欢的人呢，要怎样呢？自己赶快做一个吧，拜拜。